说真的，刚看完这份法说会资料，我心里只有一个感觉，就是不可思议。你想想看，过去被大家笑是台股最惨的养猪户，直接在中国市场烧掉将近75亿元新台币，这种堪称灾难等级的资本配置失误，现在居然要大家相信它能摇身一变，成为全球最关键的 AI 光通讯跟太空代工厂，这落差也太大了吧！先别急着下定论，数字会说话。这将近75亿的亏损确实非常惨烈，但重点是他们在2025年底正式认赔，全面切掉了中国养猪这个业外大黑洞。在财务上，这叫彻底的利空出尽。现在资金100%归于返乡，跟留台湾。现在的稳懋就是一张干净的财务表，这可是启动估值重估的最关键底气啊！好，就算真的是断尾求生，但那可是将近100亿西进的教训啊！难道就这样一笔勾销吗？这口大钱坑真的填平了，市场凭什么要重新买单？因为这75亿换来了无价的战略信任。你注意看，稳懋的本业从来没有在中国投资过任何半导体，正是这条踩得死的底线，让他们完美避开了美国科技管制的红线。没错，他们是舍弃了中国在地化替代的市占率，但换来的是北美 CSP 巨头跟航太国防大厂的绝对信任。这是一场从地面爬向外太空，从手机射频切入 AI 光速传输的版图大挪移。好，那我们就先进入第一部分，战略转型与估值重估，看看他们是怎么从财务黑洞做到100% 回归本业的。不过说到底，转型从来就不是嘴巴喊口号而已。超过90亿的资金汇往中国，最后期末账面价值居然只剩下20多亿。2021年亏8.6亿，2022年亏15.7亿，到2023年甚至亏到将近20亿，直接把 EPS 拖累到转负。面对中国那种国家级恶性通缩跟补贴扭曲的内卷市场，早就该停损了吧？拖到2025年底才以再做股全面切割，这反应速度是不是太慢了点？在资本市场里，愿意挥刀切断，永远胜过持续失血。这75亿的代价，买到的是管理阶层彻底认清现实。你看到的是过去亏了多少钱，但我看到的是未来每年 EPS 终于不用再莫名其妙被扣掉2到3块钱的枷锁了。当负债比大幅降到30%上下，现金流重回健康状态，这间全球最大的3、5族化合物半导体晶圆厂，总算能把每一分钱都砸在刀口上了。退一步说，就算财务包袱真的丢了，但中国的手机 PA 市场怎么办？他们现在主动放弃低阶市场，这么大一块营收大饼，难道真的说不要就不要了吗？这正是高阶转型的精髓所在啊！那些低毛利的红海市场本来就不该继续留恋，撤出中国低阶市场，稳拿北美的防御性订单，这不仅仅是为了规避地缘政治的竞争，更深层的考量是为了接下来的 AI 算力基础建设铺路。当一间公司100% 的资本回报都集中投入到具备绝对技术壁垒的台湾厂区时，市场给予的本益比将会完全不同。这就是我们说的 re-rating 估值重估。接着我们进入第二部分，4大事业体深度拆解，来看看他们怎么从成熟制程跨入次世代通讯。既然说资源100%聚焦本业，那我们直接摊开最新一季的产品组合来检视。快速扫描一下这4大块 ，Cellular PA 占了30到35%，依然是最大宗。再来是 Infrastructure 基础建设 ，WiFi 占15到20%，还有这次特别独立出来的 Optical 光电部门。我就问一句最核心的，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 AI 营收？还是说其实只是拿旧的手机 PA 在这里虚张声势？先别急，你绝对不能忽视现金牛的防疫价值。光电与 AI 目前的占比确实还在个位数，但预期2026年就会提升到中至高个位数，甚至具备倍数成长的潜力。你要知道，这4个板块不是互相排挤的关系，他们是在用成熟制程带来的稳定现金流去滋养次世代通讯的爆发。那我们先看 Cellular 跟 WiFi。2026年第一季，手机 PA 居然是唯一季增的产品线，说好的转型呢？而且 WiFi 7还遇到全球记忆体短缺，路由器业务直接被卡脖子，这算哪门子的成长动能？你这就只看到表象啊！手机 PA 会季增，是因为中国 Android 中高阶市场回温，这反而证明了他们死守旗舰的策略非常奏效，确保了高获利，而不是又跑去陷入价格战的泥淖。至于 WiFi 7，你得看懂量不增，但单价与晶片用量暴增这个逻辑。引进6 GHz 这些多频段，让单一装置的 PA 消耗量产生了乘数效应。下游缺料只是短期干扰，但渗透率攀升的长线趋势是根本挡不住的。好，那重头戏来了，卫星直连手机跟 AI 算力光传输，现在满街都在喊太空经济，稳懋的技术护城河到底在哪？凭什么是他们赢？护城河就在物理极限里。当卫星通讯频段一路往上拉，来到 W-band 的75到110 GHz， 传统的细机方案直接举白旗投降。只有化合物半导体，像是 GSP、PHMT 跟 GaN 0.1微米制程跑得动，这是极高毛利的独占市场啊。而在 1.6T AI 资料中心，单波200G 传输直接引爆了零化音，也就是硬 P 的材料革命。
文茂用全球唯一的6寸英批产能去打同业的3寸、4寸线，这在成本跟上市时间上就是一场绝对的降维打击。再来是第3部分，财务体检与诚信审计，我们直接用数据来验证转型的实质成效。技术蓝图画得再漂亮，最后都得过财报这一关。我们直接核对产能利用率跟毛利率的变化，营收年增28%，看起来是不错，但毛利率从去年的高点直接掉到26.3%，耶，这样算及格吗？利润都被吃掉了，这难道不是竞争力下滑的超大警讯？你完全忽略了淡季不淡的本质，还有产品组合造成的障眼法。毛利率下滑是因为高毛利的美系手机光电产品进入了传统的季节性淡季，但你看看产能利用率，已经从去年同期的35%暴力翻倍到60%了。这代表营运体制已经全面回春，而且老实说 ，26.3% 的毛利对比去年同期的16.7%，整个底部早就大幅垫高了。好，那第一季 EPS 赚了1.26元，对比去年的惨况，确实是年增了数十倍。但这里面难道没有营外汇兑利益在偷偷灌水吗？汇兑利益贡献了1.82亿元，加上折旧费用稳定下滑到7.72亿元，这些确实都有帮到忙。但最核心的关键是，1.26元的 EPS 精准兑现了2025年底以来公司给出的 guidance， 这证明了管理阶层在历经风暴之后，他们财务预测的精准度跟诚信记录已经完全重回正轨。这可不是靠运气，这是纪律。所以你对他们第2季开出来的财测完全买单，营收要季增14到16%，毛利率还要冲回27% 到29%，这会不会又是一张跳票的空头支票？如果从数据逻辑来看，达标的几率极高。第一季的光电冬眠期结束之后，加上 AI 驱动 IC 的需求大爆发，高毛利产品的占比绝对会再次拉升。只要产能利用率进一步突破60%，规模经济的效应已显现，毛利率重回27% 到29%，这只是必然的数学结果而已。接下来进入第4部分，资本支出与财务杠杆，带你参看他们低折旧、高弹性的黑科技营运学。既然说体质回春，但在现在全市场成熟制程都在疯狂大砍资本支出保命的时候，文茂一边说要控制成本，一边又把2026全年资本支出上修到20到30亿，甚至第一季就已经狠狠砸了快9亿。我就问，这难道不会让刚喘口气的折旧压力再次变成压垮毛利的重担吗？绝对不会，因为这笔钱根本不是拿去傻傻盖新厂房，而是精准对准2027年后的音频与光电大放量，再做超前部署。这30亿买的不是死板的产能，而是无价的弹性。弹性，半导体机台哪来的弹性？规格买错了就是一堆废铁啊！这就是稳懋的黑科技营运学厉害的地方了。他们利用深厚的技术底蕴去修改既有的6寸砷化钾基台，让它居然能够相容去跑4寸的磷化铟材料。这在财务上代表什么？代表极低的折旧负担，研发成本大幅降低，在云验上更是进可供小量试产最新的光电晶片，退可守在手机淡季时弹性切换产能。这种用旧机台玩出新把戏的财务杠杆，同业根本学不来。不过说到同业，战况可就没这么轻松了。之前我们有部影片介绍了 IET 英特磊这间公司的高纯度磊晶技术在 CPO 领域的稀缺性。那稳懋这间代工龙头究竟是要跟英特磊抢饭碗，还是彼此联手大啃 AI 红利？接下来我们直接掀开它跟宏捷科、台积电的全球猎杀底牌，搞懂当中的产业地位。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影片。好，我们马上进入第5部分 CPO 全球猎杀对决，看看 1.6T 共同封装光学的新战场。这个 CPU 战场真的很血腥，里面没有一个是弱者。环宇在 PD 接收端死命抢单，宏捷科结合了中美晶集团的资源，2026年就要放量 CW Laser 去争夺美系 CSP， 更别提巨兽台积电直接高喊 COP、COSU 细光子平台，稳懋夹在中间 ，CW Laser 进度还在苦苦追赶，又缺乏系统规格话语权，到底凭什么赢？就凭4个字：量产规模。台积电做的是系统整合，宏捷科打的是集团战。但当2026年底 CPU 大规模落地的时候，全球只有稳懋的6寸硬批产能吞得下这种海量的标配大单。所以你的结论到底是什么？很简单，宏捷科这些对手是灵巧型刺客，而稳懋是无可争议的量产型霸主。稳懋拥有50%成本降维打击的威力，加上纯代工模式，绝对不跟客户抢生意。至于 ITKY 英特磊，它是最上有 MBA 技术的顶级布料商，稳懋则是顶级成衣厂，这两者是完美互补的盟友，准备携手大啃 AI 去铜转光的庞大商机。最后第6部分，客观风险与矛盾剖析，我们来面对转型必须承受的残酷现实。
愿景画得很宏大，但我们总不能被粉红泡泡蒙蔽双眼吧？第一大死穴，这条时间轴实在太残酷了。发射端雷射的认证周期高达5000小时，这就意味着整个2026年，稳懋只能靠接收端小量产在那边苦撑，同时还要承受重资产折旧的压力。真正的爆发期要等到2027年。现在进场，难道不是一种痛苦的资金闲置吗？就确实是一场非常漫长的等待。但你得明白，5000小时是不可逾越的物理与商业门槛。2026年就是稳懋甩掉包袱、蹲低蓄力的阵痛期。只有能熬过这段时间的人，才能享受2027年大爆发的收割。不止时间成本，你看看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嘴里含着转型，但2026第一季撑起营收35%的依然是旧有的手机 PA 啊，而且彻底断爱中国市场，失去那么大的内需替代商机，这算哪门子的成功？再加上路由器缺料，还在拖累 WiFi 7，这转型之路满地都是泥泞啊！这些都是转型必须承受的代价。手机 PA 是用来维持产线运转的现金流，这不是依赖，这是策略性的续命。斩断中国风险是为了换取全球更高阶市场的入场券，短期的缺料跟认证空窗期都不足以动摇他们6寸制程在未来的垄断性优势。那么，这就是我们留给大家的最后一个灵魂拷问了。稳懋确实拥有强大的6寸护城河，还有相容线这种黑科技，但老实说，股价已经大涨，反应过一波了。面对5000小时的认证地狱、沉重的折旧压力，还有地缘政治的舍弃，现在要为2027年的 AI 光通讯爆发先买单，这笔重资产的风险，你承受得住吗？这真的是一场检验眼光与耐心的极致试炼。基本面的体质确实已经彻底洗干净了，接下来就看市场愿不愿意给这只从泥淖中振翅、飞向太空与光速领域的浴火凤凰足够的等待时间了。